3000两聘礼呢？拿出来！没这3000两，你这茶也不用敬了。今日这亲结不成。这3000两白银，成婚前半个字都没人提过。听不懂吗？我女儿出阁，聘礼3000两白银，少一个子儿，这堂不拜。母亲，何故在成亲当日另加3000万的聘礼，让我和阿月为难？拿不出来，你成什么亲？没本事就别惦记我闺女。怀瑾，不是我们为难你，沈家3代书香门第，你一介布衣，哼，也就生的这一身好皮囊。还真是窝囊啊！也不知道阿月看中你什么，说白了就是没银子嘛。有些男人啊，嘴上情意千金，手里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。既没那个本事，就别装那份深情。萧怀瑾，今日拿不出3000两，我女儿绝不跟你拜堂。就是，也不掂掂自己几斤几两。阿月，这也是你的意思吗？我掏空了一切，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个随时可以打发的冤大头吗？怀瑾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沈家世代书香，即便如今不比从前，也不是什么人都能高攀的。20年，总算找到了。今日是咱们儿子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亏欠了他20年。这礼该补上。中伯，老奴在。飞鸽传书回北境，族谱、世子印信、侯府令牌一并取来。今日我镇北王府要认子归宗，迎回小侯爷。王爷，可要带护军进府？不急，不急。20年没见，今日我倒要看看我的儿子在这种时候到底是龙是虫。萧怀瑾，废话少说，给你1炷香时间，凑不齐3000两银票交到我手上，你看着办。切！我们沈家丢不起这个人。我不信阿月真的会这样对我。阿月，今日当着这么多亲朋的面，你当真要为这3000两把3年的情谊踩在脚下？萧怀瑾，别拿情义来压我。我娘说的对，这3000两不是银子的事。3年情谊，倾尽所有，抵不过区区3000两的诚意。老爷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进去给我儿讨个说法。亲眼看着儿子受辱，你当本王的心里就好受？今日除了认回儿子，我还要看清楚，流落在外20年，到底长成了什么模样。萧怀瑾，今天我们话就撂这儿了，3000两拿不出来，今日这堂不拜了。怀瑾啊，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你当着众人的面写一张3000两白银的欠条押给我们，这样欠条一签，照常拜堂。写欠条画押？沈老爷，我签这个跟签卖身契有什么区别？萧怀瑾，沈家伯父伯母已是仁至义尽了，要我成亲，连点银子都掏不出来，那就是个废物。好一个仁至义尽！斋子和良田地契上写的全是沈月的名，聘礼36台更是分文未少。今日这场酒席，桩桩件件都是萧怀瑾一人购置定下来的，如今还要逼他当众写欠条，你们沈家到底是嫁女儿还是卖女儿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管我沈家的事？你既这般心疼他，那你嫁呀，正好你们凑一对亡命鸳鸯。我忍不了了，我要进去撕烂他们的嘴。再等等，有人已把咱们儿子逼到了该看清真相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萧振山的儿子到底会怎么做。沈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嫁还是不嫁？我沈月不可能嫁给一个连聘礼都拿不出的男人。我拼了命赚钱，到头来在你们眼里竟如此一文不值。都听清楚了，我女儿说的明明白白，要么给3000两即可成亲，要么退婚。今日这事，要么签欠条，要么当着所有亲盟的面给我们家阿月磕头认错，取消婚约。我儿居然被这帮吸血的东西这般糟践！后爷，只等您一句话，老奴这就带着镇北令和亲卫闯进去，为少侯爷撑腰。再等等，我要亲眼看看我萧振山的儿子。哎，等等，你们怎么都走了？萧怀瑾还杵着做什么？拿不出银子就赶紧给我女儿跪下赔罪！你们是什么人？
你们是亲生父母。孩子，娘接你回家了。这着装绝非寻常人家呀。萧怀瑾这穷小子，难道是什么士绅豪族流落在外的少爷？原来是亲家到了呀！您二位怎么也不提前差人知唤一声？这招待不周，实在是怠慢了啊！怀瑾，你也真是的，你父亲母亲要来，怎连我这个做妻子的都瞒着呀？亲家公、亲家母，您二位来的可太是时候了。按咱们沈家的规矩啊，新娘子出北得拿3000两白银聘礼。既然您二位长辈在场，这3000两的彩头，您二位替他出了。3000两，3000两。亲家母，你恐怕误会了，我们没钱。对，没钱。穿成这般，怎可能连3000两都拿不出来？我们就是寻常百姓，平时从北京做点小买卖而已。那这些穿黑锦袍的随从是怎么回事？你休想蒙我！你说他们啊，路过镖局时雇的镖士，一天要不了多少钱。搞了半天是2个穷光蛋充大尾巴行。萧怀瑾，你要认他们，就别怪我不嫁。沈月，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。什么意思？我可以不要这桩婚事，但我绝不会不认我爹娘。有骨气，这才是我萧振山的种。这婚不结也罢。爹娘，这里脏了，我们回家。萧怀瑾，你听着，那套3进宅院，还有田契上的10亩良田，全是我们阿月的名字。你今日净身出户，休想从沈家带走1文钱。你们沈家吃相也太难看了，宅子和田都是萧怀瑾置办的，聘礼36台也是他一人扛下来的，你们这叫骗婚！陆清瑶，你少在这里充好人，我陪了他3年，把最宝贵的豆蔻年华都给了他，既然他连3000两崔庄银的诚意都拿不出，我及时抽身有什么错？就是，你要是真这般心疼萧怀瑾，你就自个儿把他捡回去养着呗，也配你这种瞎了眼的女人当个宝。我竟和你们这种人做了这么多年的相识，我真是瞎了眼。清瑶，算了，就当这3年我花钱买了个教训。萧怀瑾，你别后悔，从今日起，我沈月同你退婚，你我恩断义绝，带着你这2个穷要饭的爹娘滚出沈家。从今日起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赵公子，阿月，既然你已摆脱了那个晦气东西，不如就嫁给我吧，我保证会让你成为全江州最让人羡慕的少夫人。我答应你。看到了吗，萧怀瑾，这才是男人该有的样子。恭喜啊，阿月，你总算把这窝囊会甩了。这3年你跟着他吃了多少苦，如今总算摆脱了这个累赘，回到了真正配得上你的男人身边。萧怀瑾，你也别太难过，这人跟人的命啊，生来就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注定是人上人，而有的人拼一辈子，也只配当别人脚下的垫脚石。你这块垫脚石，我踩得很舒服。萧怀瑾，如今你总该明白了吧？你和赵公子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离开你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一个刚退亲就无缝定亲，一个靠抢别人的未婚妻来显摆身家，你们个还真是天造地设。陆清瑶，你又来多管闲事，替一个窝囊废出头，可不是什么聪明事。窝囊废，至少萧怀瑾比你干净，比你坦荡。你嘴上说的这般好听，不就是看他可怜吗？怎么，难不成你还真想捡我不要的男人？他不要你，我要。萧怀瑾，你敢不敢现在就跟我进去领婚书？陆清瑶，你疯了吧？我不要的男人你也抢？说难听点，这就是我扔掉的破烂，你居然还当个宝？陆小姐，凭你的条件，找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？何必非要在破烂堆里挑？你没事就好。萧怀瑾，我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为了帮你出气，更不是因为可怜你。7岁那年我落水，是你跳进河里把我捞出来的。从那天起我就看清楚了，你肯为一个人拼命，说明你重情。你被逼到退婚这个份上，也没丢掉体面，说明你有骨气。这样的男人不是破烂，是宝，是他沈月眼瞎，不是你萧怀瑾不值得。青瑶，你真的想好了？
我如今身无分文，还背着退亲的笑柄。7岁那年就想好了，想了13年，你今日才问。好，我们成亲。还真领了，陆清瑶，你可真行啊！别人退亲，你现场接盘。接盘就接盘吧，横竖都是穷日子。陆小姐，望你往后别后悔，跟着这种男人，别说猪轮马车，恐怕连像样的花轿都坐不起。谁在说我陆伯安的女儿是窝囊废？赵公子，这是谁？陆氏商号的东家，江州数得上号的商户。原来他一直在藏富，我们竟被他骗了这么多年。你就是萧怀瑾，听说你刚被退了亲，身无分文，你凭什么能娶我陆伯安的女儿？陆老爷，领婚书之前，我并不知青瑶的家世，但我既然娶了她，往后便会尽我所能护她周全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人是我自己选的，婚书是我自己签的，谁也别想逼我反悔。装什么硬气？陆家是豪门，陆伯安绝不可能真认一个穷光蛋当女婿。萧怀瑾，我看你马上就要被扫地出门了。好，哈哈哈，面对我陆伯安还能不卑不亢，是条汉子。我陆伯安的女儿不用靠联姻来光耀门府，只要她喜欢，哪怕是个穷小子，我也认。我信我女儿的眼光。不过，婚姻毕竟是两家人的事。既然你们已经领了婚书，那改日我要见见萧怀新的父母。小老哥，我听怀瑾说你在北境跑商，贩些皮货茶叶，勉强糊口，让亲家英介绍。雄不问出处，来，这杯我敬你。萧老哥，不瞒你说，最近赵家商号处处跟我作对，城南那批茶饮，我明明先谈下，转头就被他们劫了。这赵家背后不知靠了什么硬关系。城南茶饮是要走北境换盐饮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北境今年的盐饮比往年多了3成。赵家若囤了茶，必是等盐饮放出来时，用茶换盐，再以盐换茶，两头倒手赚差价。可这消息连我手下的大掌柜都没探出来，盐银发了几成是北境都司衙门才有的秘闻。萧老哥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猜的。在北境跑了这么多年，多少认识几个人，听商队里的老伙计提过一嘴。唉，这个亲家公不简单。别想多了。一个跑单帮的行商，能把北境盐脂的底细说得一清二楚，还能说出都司衙门4个字，你多留个心眼。爹，不管他们是谁，我嫁的是萧怀瑾。你今日又差点说漏。老毛病了，一听人说北境上的事，就管不住这张嘴。陆家这丫头是真心待怀瑾，陆伯安也不错。方才在席上，他明明起了疑，硬是压住了没追问。能在商场上混到这个份上的，没有蠢人。钟伯仁呢？王爷，之前沈家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去查查，怀瑾这3年在沈家身上花了多少银两，一笔一笔都给本王记清楚，可要立刻动手。不急。要摊牌了吗？哼，再等等。沈家祖上出过才人，如今却靠嫁女儿讹银子翻身，吃了我萧家的，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跪着吐出来。难道我们还要继续瞒着怀瑾？怀瑾刚被沈家退了亲，转头又与陆家姑娘领了婚书，这一日之间大喜大辱，他心里还没缓过来。若此刻我告诉他，他不是无依无靠的，而是镇北侯府的世子，他会怎么想？我会给他试炼的机会，等怀瑾站稳脚跟了，到那时就是我们摊牌的时候。从今日起，你在柜上做事。这本账是城南3间分照半年来的流水，3天给我查出里面的纰漏。谢岳父大人收留。叫东家，还有，别以为青瑶嫁了你，柜上的人就会高看你一眼。在我陆氏商后，只认本事，不认裙带。你要是没本事，趁早滚蛋。听见没？被沈家当众退亲的窝囊废，转头就攀上咱们小姐。这手段比做买卖还利索。3天查出纰漏，他怕是连算盘珠子都拨不利索。等着看他出丑就是。子时都过了，
明日再算吧。你爹把这本账给我，不只是考我的本事，他是让权贵的人看着我，看我到底配不配站在陆家店里。你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想赢。那先把粥喝了，想赢也得有力气。这一笔进价虚报了40%，市价3宝1匹的绸缎，账上记的是5000两品，光这一笔差价就是60两。这一笔出货数目对不上，库房度单记的是60匹，账上走了80匹，多出来的20匹银子去了哪儿？没人知道。还有这一笔，银两进出之间差了2个月，利息没有算进账，单这一笔利滚利就是130两的亏空，3笔加起来250两的窟窿。萧公子，这账老府经手多年，往前的事儿翻篇，往后账房每笔进出都要2个人核对画押，每日结询必须当晚封存。若再有错漏，我不找掌柜，我找经手人。听说了吗？萧怀瑾在陆氏商号查账，3天查出37处错录。现在商户里老伙计见了他都绕着走，大气不敢喘。不过是会打算盘罢了，有什么稀奇？我刚得到消息，陆家城南那批茶饮已经签下来了，牵线的中间人萧怀瑾。陆伯安疯了，让一个刚入柜的伙计去谈茶饮？不止，他只跑了一趟，就说服了城南3家老字号联手跟陆入氏签契。那3家原是我的部主顾，如胜部全去了陆家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在账房蹲了半个月，把城南茶室的价格摸得一清二楚。他谈生意不靠喝酒攀交情，靠算，每报一个数就能把利润、周转、风险3笔账摊在桌上，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。一个被我当众退了亲的窝囊废，如今在陆家混得风生水起。阿月，城南茶饮只是开始，接下来陆家必定要拿北境的盐引。萧怀瑾再能算，也算不到北境的规矩。凡是萧怀瑾看上的生意，我赵家双倍价劫他的货，一桩都不能让他做成。看了2个时辰了，眼都熬红了。谢谢。赵家这半个月结了我4笔生意，我出价900两，他就出1200两；我出1500两，他就出2000两，全是赔本抢，一单亏上千两，眼皮都不眨一下。他这是在烧银子。我怕的是，咱们还没等到他烧穿根基，自己先扛不住了。那咱不跟他拼银子，跟他拼人。拼人？赵家劫了你的货，但他劫不了你的信誉。城南那3家老字号昨日差人送来了续洽的帖子，指明要跟你签，不跟赵家签，赵静才能烧银子，烧不来人心。你说的对，赵家的银子总有烧完的时候，但人心不是银子能买的。他烧他的银子，我攒我的人心，各走各的道。喝吧，凉了就没药性了。北境盐引3000日，底价5万两，诸位请出价。53000两，56000两，6万两，7万两，7万两，还有加价的没有？7万01两。萧怀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加1两银子，你是来闹场的？规矩上没说过1两银子不算加价。老掌柜，这价算不算？算，只要出价在前价之上，哪怕多1文钱也算。8万两，8万01两，10万两，10万两。赵公子豪气。10万两，加上之前劫萧怀瑾的那几笔，一共砸进去20多万两，20多万两。少爷，账上的现银已经不够付盐引的首款了，眼下柜上的流水也只够再撑半个月。混账东西，20多万两就能掏空？你是不是在账上做了手脚？奴在赵家管了20年账，从不敢动一个折个命。进价比人高出1大折，卖价又比人低1大折，一进一出赔进去的是真金白银啊！去，把东郊那几间铺子的契书拿出来，再到钱庄去，就说赵家拿铺子做底，再借5万两。少爷，东郊6间铺子是赵家的老底子，
老爷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这6间铺子绝不能动。我说去就去。萧怀瑾一个被我踩在脚底的窝囊废，也配跟我斗？等我拿下北境严氏的大头，银子自然会回来。娘，你怎么坐外头？外头凉。你爹又把祖宅的后半进抵给钱塘了。什么？祖宅抵了半斤不够，又抵半斤？赵家那边说好的聘礼一直没送全，你爹抹不开面子，去钱庄借了银子周转，这利滚利滚利，越滚越大，填不上了。赵公子说了，等他拿下北京的盐引，银子就能周转开。周转？阿月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赵家那个少爷这几个月疯了一样跟萧怀抢生意，银子砸进去，连个水火都没见着。哼，他自个儿都火烧眉毛了，哪还顾得上咱们沈家？萧怀瑾不过是仗着陆家的事，没有陆清晓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仗势，人家是凭本事。陆家这半年生意翻了近1倍。那萧怀瑾在柜上1个月升了3次，如今已经是陆氏商号的坐堂掌柜了。满江州的掌柜都管他叫算盘萧。阿月，当初在喜堂上，他连3000两都拿不出，这才半年，管着几10万两的买卖。要是当初那3000两咱们没有，别再说了。萧掌柜，怀瑾，你救救沈家，你救救沈家！沈太太，我与沈家还有关系吗？是我们瞎了眼，是我们黑了心。当初那3000两，我们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只求你高抬贵手，借沈家3000两银子周转。我们连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。沈太太，我当年倾尽所有给了沈家别院良田36台聘礼，换来的是什么？如今你来找我借银子。怀瑾阿月还念着你，他嘴上不说，可他心里……我和沈月早已恩断义绝。至于沈家，当年你们在我最穷的时候踩我，今日你们跪在我面前求我，这都是你们自己选的路，跪着也得走完。当初在喜堂上，你们说婚姻不是施舍，今日我把这句话原样还给你们。少爷，不好了！钱庄那边传来消息，京城总号突然收紧了口风，说不再给咱们放宽了。什么？不是说好用铺子做底吗？铺子器件都给他们了，他们凭什么反悔？钱庄掌柜说，京城那边有人递了话，说赵家的铺子不值那一个价，不光不给新贷，还催咱们把之前借的10万两限期结清，结不成就要收铺子、收宅子。是谁递的话？听说是北境那边的人，走的都司衙门的路子。钱庄掌柜说，他一个小小钱庄得罪不起。这行商，他绝对不是行商，能走都司衙门的路子，能让京城钱庄总号收紧口风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在北境贩皮货的？少爷，还有一事，沈家那边，沈太太今日去府衙门前当众跪了萧怀瑾，萧怀瑾理都没理，转身就走了。沈月呢？沈家小姐一大早出了门，说来找您，但门房说她是往北边去了。北边？她去北边做什么？北境都司衙门，姓萧的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猜错了人。萧怀瑾他不是窝囊废，他是一头半成羊的老虎。可笑我还以为我这块电视池踩得很舒服。钟伯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沈小姐有何吩咐？老奴还有差事在身，不便久留。我只问您一件事：萧家老爷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不是京城的人？是都司衙门的人，对不对？赵家钱庄的事是不是他让人做的？沈小姐，当初在喜团上，萧老爷给过你机会，如今来问这些，晚了。赵进财，你给我起来！你来了，去北边打听清楚了。你还有心思笑话我？你知不知道萧怀瑾他爹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猜到了，能走都司衙门路子，能让京城钱庄低头，绝非凡人。你猜到有什么用？
当初你是怎么说的？现在呢？你连银子都借不到了。还不是你非要我把萧怀瑾往死里整，要不然我何至于砸20多万两进去，落到现在这步田地？你怪我？你自己没本事，怪我一个女人？3个月，城南3间分号流水涨了4成。严氏那边，你耍了赵敬才一道，让他10万两银子买了个烫手山芋。是赵公子自己沉不住气。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？不是你会算账，是你沉得住气。明年严氏你来做，我老了，该让年轻人上阵了。谢东家。听说我爹在账册上给你批了4个字：可用之才。我爹这人从不夸人，这4个字比银子值钱。他是严师？不，他是认你了。青瑶，城南那批茶饮的布局，若是没有你劝我跟赵家拼人心，我早就扛不住了。我只是说了句话，做是你去做的。那咱们一起敬着月色一杯。这是哪家的大人物？看那排场，少说是个侯爷。那马车上的云纹是镇北侯府的徽制，我在北京贩货时见过一次。镇北侯府总管钟伯，奉侯爷亲笔手谕，专程前来迎世子归宗回府。都起身吧，不必行这般大礼。随我进屋细说。这般阵仗堵在门口，别惊扰了周边街坊邻居。东家，东家，大事不好了！不对，大事好了！什么不好了又好了？把气喘匀了再说话。萧怀瑾他爹不是什么跑单包的行商，是镇北侯府的当家人。你再说一遍。千真万确。方才城门口来了一队锦衣骑队，4架朱轮号随从，直接开到城西萧家小院门前去了。领头的管家当街跪地，喊的是迎世子归宗。萧老哥，不，侯爷，你瞒得我好苦。侯爷，他是侯爷。你说什么疯话？萧怀瑾他爸是镇北侯，有着1000亿身家。咱们当初为3000两把侯府世子赶出了门。3000两。侯爷，陆某有眼无珠，当初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陆兄，你这说的是哪里话？在我儿最落魄的时候，你把女儿嫁给了他，这份情谊，萧家记一辈子。小兄，坐。没想到他眼光比我这个做爹的还好，一眼挑中了侯府世子。他挑的不是侯府世子，他挑的是萧怀瑾。锦上添花谁都会，雪中送炭才见人心。那往后咱们还是亲家。还是亲家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孤儿，忽然有人告诉我，你不是孤儿，你是侯府世子。那你恨他们吗？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我当了20年布衣，忽然要我穿锦袍，我不知道那锦袍穿在身上合不合少。不管你是布衣行商还是侯府世子，你都是我选的那个人。锦袍也好，布衣也罢，你始终是你。少爷，打听清楚了，萧怀瑾他爹是镇北侯，北境6省盐铁折马贸易的当家人。镇北侯，难怪能让京城钱庄低头。我花了20多万两跟镇北侯的儿子抢生意，我赵敬才真是天底下头一号蠢货。少爷，咱们怎么办？钱庄那边已经封了铺子，债主明天就上门了。怎么办？把能卖的全卖了，铺子、宅子、字画、家具，祖上留下的那些全部变卖。赵敬才输得连条裤衩都不剩。他是镇北侯世子，当初为了3000两崔庄银，我亲手推掉了镇北侯世子。都是你！当初怀瑾对你那般好，是你瞎了眼，是你害了沈家，是你在喜回上喊出来的，非要加那3000两。我不过是听了你的话，
从小到大，我什么事儿不是听你的？都别吵了，沈家的气数尽了，我愧对列祖列宗。列祖列宗在上，我柳氏瞎了眼，为3000两银子，亲手把侯府世子推出了沈家门。沈家祖上风光了5代人，如今在我手里断了香火，我是沈家的罪人。3000两，为3000两把侯府世子赶走了。3000两，3000两。我本该是侯府的世子妃。萧怀瑾、陆清怡，你们如今一定在笑我吧？笑我亲手把自己这辈子毁了。镇北侯府嫡子萧怀瑾，幼年失散，流落在外20载，今寻回骨肉，归宗入谱，赐世子印信，掌北境16处商号，领府内护军8营。好，好。世子妃陆氏轻瑶，温良贤淑，慧眼识人，于世子微末之时以身相许，情义深重。今入萧氏族谱，为侯府世子正妃。从今日起，怀瑾便是我镇北侯府的世子，这侯府的兴衰荣荣都交到他手上了。沈万堂欠钱庄的3000两银子，今日必须结清，拿不出银子，这宅子我们今天就要收走。差哥们都在，你别想耍赖！你们不能收，这是沈家祖宅，沈家3堂宋祖上出过知州，知州老爷家的宅子，你们也敢收？知州值几个钱？你女婿不是侯府世子吗？让他来替你还啊！哦，对了，你亲手把侯府世子赶出门了，对吧？3000两，3000两。侯府世子妃，我差一点就是侯府世子妃，就差那么一点。我走了。去哪儿？昔日像狗一样趴在沈家门前的座上宾，如今连正眼都不会看我了。小姐，买车花吧，新摘的梅花只要3文钱。等开了春，我们就成亲。小姐，买花吗？你可知为父为何急着让你入京？何家盯上了咱们在北境的军需采买，正打算攀咬萧家贪墨军饷。何家当年害咱们父子分离20年的，就是何家在背后推波助澜。如今他们又蠢蠢欲动了。这批军需的采买价比市价高出不少，账面做的倒是平整，但经不起细查。他们敢拿账目做文章，说明已经把后手准备好了。你有何打算？不动声色。他们想用账目对付萧家，我就用账目对付他们。今日在书房待了1整天，什么事这般棘手？有人要动萧家，用的是军需账目做刀手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让钟伯派人扮作北京客商，把市价账目暗中送到督察院。在陆氏商号查了半年账，我最清楚，账目这东西用好了，比刀还灵。但你也要小心，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也咬人。放心，我在暗，他们在明。陈弹劾何家侵吞北境军需款项，有北境客康密报，何家经手的军需采买竞价虚报4成有余，请陛下预览。陛下明鉴，这是构陷！何家世代忠良，怎会贪墨军饷？陛下，微臣手中是萧家16处商号近5年军需共价明细，请陛下谕领。何家采买价高出市价4成，这4成银子去了哪里？来人，彻查何家军需账目，如有贪墨，严惩不贷。何家贪墨军饷，铁证如山。
府内所有财物一律查封。何家完了，是三位侯世子亲自陈的账，何家贪了多少一目了然。这世子爷是个狠角色。听说了吗？京城何家被抄了，何家倒了，那个在北境军需上做手脚的何家全完了。何家也倒了，靠山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萧怀瑾，何家贪墨案，你呈上的账册条条确凿，办得干净利落。朕问你，你可愿接你父亲的位置，替朕镇守北境境？微臣愿效犬马之劳。好，萧振山，你养了个好儿子。陛下过誉。青瑶，多吃些。京城比不得江州，气候干燥，风沙又大，你瘦了。谢谢娘，你也吃。怀瑾，今日为父替你高兴，但你要差事重得很。一笔账算错了，亏的是朝廷的银子；一批货误了，寒的是边关将士的心。儿子知道，光知道不够，往后北京的事你多上心，有什么拿不准的，随时来问为父。为爹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顶一阵。这就是镇北侯世子妃，听说是商贾之女，商贾之女也配入侯府？不过是仗着当初世子落魄时贴了上去，捡了个天大的便宜。世子妃，听说您娘家在江州开商号，那可真是和我们这些闺阁里长大的不太一样。是我出身商贾，在江州陆商号长大，但我夫君任务、公婆任务、族谱任务，诸位若有异议，可以去问问我公爹。当年青瑶嫁我时，我身无分文，连一只像样的簪子都买不起。她用这只银簪换了我一张婚书。今日，我用侯府世子妃的凤冠还她当年的情谊。当初在江州府衙领婚书时，你说等有钱了给我换只金的。金的太重。这话我说过。我知道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。北京军需押运，谁去？上一批军需迟了5日才到边关，若有下次，朕唯你是问。边关将士动着喝着，谁担得起这个责？陛下，北境路途凶险，沿途山道多有劫匪出没，押运需得力之人。陛下，微臣愿往。萧家管着北境盐铁茶马，军需押运本是分内之责，微臣亲自走一趟，人在货在。准，朕命你督运军需，务必准时送达。若有差池，拿你是问。若有差场，微臣提头来见。护住车队，一个不许放逃，敢劫军需，死路一条。兵部的人，大人，把货口全押回去，封住嘴，不许走漏半点风声。这批货是兵部自己人想劫。兵部左侍郎周显，何家的远亲。当年害咱们父子分离20年的党争，周显就是何家一边的人。何家倒了，他狗急跳墙了。劫军需是死罪，他敢这么做必有后手，要么有更大的靠山，要么已经布好了退路。你觉得该怎么处置？不打草惊蛇，把证据暗中送到督察院，让御史动手，咱们不出面。周显在暗，咱们在明，已经吃了一次亏，这回该换过来了，让他在暗处等着。等到他以为没事了，再一刀封侯。哼哼，比为父当年沉稳多了。当年为父就是太急，才被人钻了空子。
害得咱们父子分离20年。周显，劫北境军需，勾结匪类，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冤枉，这是有人栽赃，是萧家构陷。你手下劫匪已全部招供，按了手印的画押供状在此。你的亲笔信，笔迹由督察院鉴定比对。周大人，铁证如山，你还要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认罪吧。周显，你身为兵部侍郎，勾结匪类，劫掠军需，罪无可赦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来人，拨去官府，押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萧怀瑾督运军需有功，揪出内鬼更是大功一件。朕今日便封你为镇北侯，接替你父亲镇守北境。微臣领旨谢恩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你祖父当年说过一句话：萧家的男人骨头要硬，心要稳。你比为父强，骨头硬，心也稳。是爹教的好。往后北境交给你了。北境骨寒，比不得京城。我给你备了2箱冬衣，都是厚棉絮的，一针一线亲手缝的，别嫌沉。娘放心，我会照顾好怀瑾，也会照顾好自己的。路上小心，到了北境安顿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娘写信，别让娘惦记。娘放心，儿子记住了。北境交给你了。爹放心。有什么拿不准的，飞鸽传书回来。为父虽然老了，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顶一阵。儿子记下了。爹娘，我们走了。是萧家那小子，当年被沈家当众退坤那个。什么小子？如今是镇北侯了，你不要命了？听说他在严氏会馆把赵家少爷耍得团团转，10万两银子买了一批肺炎饮。这就是当年在沈家喜台上被逼着写欠条的萧家小子。如今这排场比沈家祖上知州老爷还威风。沈家那柳氏听说疯了。当初在这儿，你爹随口说出北境盐引发了几成，我就知道他不简单。岳父，没有您当初收留我在柜上暂事，就没有今日的萧怀琛。别叫岳父，叫爹。你早就不是那个在柜上盘账的小伙计了，但在我这儿，你永远是那个3天查出37处错漏的算盘枭。我的女儿没看走眼，我的账册也没看走眼。来，走一个。当年何家7行霸士强买强卖，欠下在座诸位不少银两。如今何家已倒，资产充公，我萧怀瑾做主，将何家名下铺面田产折抵，按各家欠产比例分还。侯爷大恩，我等没齿难忘。我那间铺子被何家霸占了10年，10年，我做梦都想着能拿回来。侯爷，我这条老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不是恩，何家欠的，本就该还。世子妃菩萨心肠，愿老天保佑您长命百岁，多子多福。婆婆，我可不是菩萨，这些您拿着，不够再来。3000两，我家阿月要嫁侯爷了，快了，快了，花轿就要到了。疯婆子又在念叨了，什么侯爷，你家阿月早就跑了。你也是来贺喜的，你等着喝喜酒吧，等着喝喜酒。怀瑾，是你吗？怀瑾，不是怀瑾，怀瑾早就走了，走了好啊，走了好啊。听说你今日路过沈家了？给柳氏送了衣裳和米。你恨他吗？不恨，也不原谅，只是觉得他这一辈子就为了银子活着。恨一个疯子有什么意思？听说镇北侯世子妃怀了身孕，侯府要添丁了，那可是世子爷的长子，往后要袭爵的。世子妃也是咱们江州人，听说当年世子落魄时，他当街拉住世子，说他不要你，我要。
真是好胆量，换我可不敢。同是江州人，人家的命怎么就这么好呢？你看什么呢？认识？那就是镇北王呀！我听说他以前可是个窝囊废呢。你一个倒插门的懂什么？那叫卧薪尝胆。你看现在多威风！当初在喜堂上，我笑他是窝囊废。如今，他连看我一眼都不屑。这道刻痕是我7岁那年刻的，你在河边把我捞上来，回家以后我就偷偷在窗沿上刻了一道，告诉自己这条命是他救的。后来每年这一天我都刻一道，刻了13道。当年我把婚约协议折成纸飞机，从这个窗台扔了出去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这个女人胆子太大了，敢把婚约折成纸飞机扔出窗，天底下没有第二个。后悔了？后悔没有早点接住，让你等了13年。从那天起我就知道，我再也离不开你了。青瑶，当年在江州醉仙楼，我问你涂怀瑾什么，你放下筷子，看着我的眼睛说，图他被人踩进泥里还能站着走出来。那时候我就在想，这个儿媳我萧家认定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你那份眼光。爹记性真好，那晚的事我都不敢再提，怕让人觉得我太张狂。叫爹，这里不是朝堂，是家。家里我就是个糟老头子，不是什么镇北侯，你也不是什么世子妃，就是我的儿媳妇。这些年怀瑾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娘心里清楚。他被沈家退婚那天，娘在门外听着，指甲卡进肉里都没知觉。好在他遇见了你，你是老天爷送给我萧家最好的礼，娘谢谢你。娘，是我该萧怀瑾，没有他，我7岁那年就淹死在河里了。这条命是他给的。爹，娘，这杯酒，儿子敬你们。20年不在西前尽孝，往后儿子寸步不离，年年过年都在家过。这不是赵家那个少爷吗？当年在严氏会馆砸10万两银子，满头油光，锦衣华服，身后跟着一帮狗腿子。可不是，如今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听说赵家早就败光了，亲戚朋友都躲着他走，生怕沾上晦气。他爹留下的东郊6间铺子全被钱庄收了，宅子也抵了债。什么赵家少爷，到头来还不如咱们这些穷光蛋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报应。萧怀瑾，当初若是你进了府衙，若是我说了一句我愿意，若是我没有放下那柄喜扇，还是这个味道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江州离这儿可不远。托人从江州带来的，老张记的摊子还摆着。那老掌柜见了我的随从，说你们家公子呢？当年常跟他一起来吃麻辣烫的那位姑娘，现在还好吗？他还记得咱们。青瑶，谢谢你。
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选了我；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给了我一个家。7岁就选好了，想了13年，你才来问。往后不要再谢了，你我之间不说谢字。青瑶，这份情谊，萧怀金记一辈子。从江州到北境，从布衣到侯府，从头到尾都是你。